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呀？房价越跌，你越不敢看。你不是没有房子，而是你的房子可能已经跌得比贷款还少了。我看到有的观众留言说：“苏老师，房子已经跌去了80%，我真的很犹豫，要不要卖掉止损？”还有的人问：看中了一套140万的房子，但我只愿意出110万，房主死活不松口，我该继续等吗？更扎心的是这条啊，房子卖不出去，租不出去，但我还在还贷款，我应该怎么办？我今天呢就来讲清楚这几个关键的问题。现在房子还值不值得买？还值得持有吗？如果已经有一套不断下跌的房子，是否应该卖掉止损？如果有贷款，现在是否应该提前还？我一个一个来讲啊。今天讲房产价值。先来看一个扎心的数字：中国居民财富的70%以上都压在房子上了。什么意思？就是大家辛辛苦苦几十年赚的钱，除了吃喝穿用，基本上都拿去买房了。这是我们过去20年形成的集体路径依赖。因为我们看到太多的暴富故事了。早年那些在一线城市买房的人，几年的时间，房价就翻了3倍、5倍。他们的财富跃升不是靠创业，不是靠努力工作，而是买对了地段的房子。所以曾几何时啊，房子被我们当成了储蓄工具，甚至是养老的保险。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房产在这个周期里面正在经历着价值的系统性重估，有5大原因。为什么这么说啊？第一呢，房价不涨不等于房子就保值。房子的价格跌了，你的净资产也在缩水。但是呢，通缩时代又导致物价不涨，你的收入也不涨。换句话说呢，如果你背着沉重的房贷，还不能靠涨工资来抵充，这就是你的沉没成本陷阱。第二，就是政策变化了。现在呢，国家取消了限购，放松了房贷，但是没有多少人愿意去买单。为什么？因为国家没有在救市，国家是在给房地产托底。政府也不会为你兜底，房子必然上涨，你自己要为所持的房子承担成本。第三个就是租售比，现在是严重倒挂的。有些城市的房子啊，买回来要10几20年才能够租回购房的成本，还有些地方的房子啊是租不出去也卖不掉，房子成了你的流动性陷阱。第四呢，就是这个房产税可以说是箭在弦上，未来房子的持有成本会越来越高。过去啊，大家习惯了持有房子只需要买的时候缴一次契税，那未来呢，你可能要面临着年年要缴房产税的情形，特别是对于那些持有多套房子的人，影响将非常大。第五呢，就是房子的金融属性已经不在了，或者我们严谨一点说，正在下降。过去呢，我们基本上是买了房子就等着它涨价，现在呢是持有它，有可能还亏损。我们正在慢慢失去房子的融资功能。过去那些年呢，我们看到周围有很多老板，动辄买几千万的大平层或者是豪宅，你会纳闷儿，他们真的有那么多的现金流吗？当年的时代呀，是他们付一部分首付，然后呢，把有贷款的房子再拿去其他银行做2次抵押，抵出现金来。那只要他们用这部分现金在其他方面的投资可以高于他的贷款的支出，那他这样操作呢就能赚得起来。但是现在呀，房子的金融属性越来越降低了，这种操作也不能闭环了。我看到很多朋友给我留言问，房贷利率一直在降，我要不要提前还贷？那还有的朋友问得很细，说我有22万的贷款，10年期的，利息还有3.8万，我现在提前还贷划算吗？还是说把这笔钱呢拿去存定期之类的？那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大家都比较关心，是应该提前还贷呢，还是应该我去一些银行的定存、买国债这些比较保险的理财方式呢？我来划几个关键点啊。第一啊，根据刚才说的那个22万房贷的那个朋友，我推算了一下，如果你的房贷利率在4.3%以上，
而且呢，你还找不到更加高收益的理财稳妥的，那你可以考虑提前部分偿还，或者说呢，你只要有这个贷款，你不还你就焦虑，那你赶紧提前还了吧，要不然你的身心都会受到损害。那第二，如果你当时这个房贷的利率是比较低的，比如说3.7%以下，甚至更低啊，比如说你是公积金贷款，现在可能已经降到2.8%左右了。那加上有的银行啊，如果你是3年内你要提前还房贷，你还要缴纳1%到3%的惩罚金的话，那你就得算一算了，可能啊你提前还贷就不那么划算。那或者说你最近几年呢，可能有大笔的支出要用到现金，那你就不妨啊把这笔要提前还贷的钱进行一个灵活的配置。比如说我上期节目讲的，你可以去购买国债呀，可以去银行进行大额存单啊。注意，我这里说的大额存单是银行的啊，可不是保险公司的。那特别是那些政策性银行债，会比普通的国债利率还会高上0.5%左右，同样的非常稳健，而且几乎是无风险。不知道怎么在证券账户买的，你可以去银行，任何大堂经理小姐姐都会细心的给你指导。那第三种情况，就如果你是月供压力非常大，而且你的房价下降又很快，甚至已经低过了你的首付金额，你要认真的考虑是否要拆杠杆，以免陷入长期的流动性困境。好，那我总结一下啊。第一呢，现在的时点不建议盲目抄底房子了，特别是人口流出的城市。有的朋友问我怎么知道我所在的城市是人口流入的还是人口流出的呢？你可以去访问你所在城市的统计局的官方网站，然后查找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年报那个选项，你对比一下常住人口连续3年的数据，就知道你所在的城市是一个人口流入型的还是人口流出型的了。那第二，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套房子，你需要评估你这个房子的地段是否优质啊，你本身的现金流是否健康啊，你这个房子未来是不是有增值的潜力呢？第三，对于想提前还贷还是要定存，那我觉得你要算好3笔账。第一个就是你的房贷利率是多少，你的能力现在去把这笔钱进行理财，收益和房贷利率相比，哪个高哪个低。第二呢，如果你提前还贷了，那你的资金流动性会不会给你的生活带来风险？第三，如果未来房产税推出，那你所面临的每年要缴纳的税费可能会带来房贷的真实利率的一个变化。换句话来说呀，房子已经不再是万能的资金避风港了。而你呢，必须重新认识家的价值，而不是资产的幻觉。最后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说一说，你的房子现在是涨了还是跌了？你是打算抄底换房，还是干脆卖掉呢？